那在做动画之前啊，我们这里用2个简单的模型变化去讲解一下整个动画的原理。因为整个动画的变化过程啊，其实都是按照一个规则来变换的。我这里先创建一个圆柱体，改变一下它的朝向，稍微拖上来一点，把它放置到地面上。接着打一个组 Auto 加 G， 给它的 Y 轴 K 一个动画，往上拖一点，再打一个关键帧，直接把第一个关键帧复制过来。好，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它的曲线，让它曲线呢是呈现一个快速的上升，然后稍微有一些滞空，再加速的掉落。可以播放看一下。感觉现在开头的速度还不够快，可以把手柄呢再往前拉一点。后面的也可以再拉一些。可以把它的关键帧间隔缩短一些。好，这样差不多。接着呢，我们来创建一个立方体，缩放一下大小，然后把它拖进这个组里面。接着呢，就可以来做一个模型的切换。这里我是直接 K 它的显示，先把立方体的显示给关闭掉，然后再开启。圆柱的就反过来咯，先是开启的，然后关闭。像我们在切换的时候啊，一般都会选择速度最快的时候切换。你看，现在我是选择让它落地的时候来切换的。你也可以选择开头往上跳的时候，最快的时候切换也是可以的。反正选择速度最快的那一帧去切换，这样就会显得比较顺一点。就不要选择说你中间滞空的时间停的最慢的时候去切换，这样就会很跳啊。再看一下。好，现在切换的过程呢，看起来并不丝滑，是吧？那我们就需要让圆柱体它的形状在切换的时候变得和我们的立方体形状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给它的高度来 K 一个关键灯，我们把显示的关键帧呢往后拖一帧，来对照一下立方体的宽度。好，大概这样差不多是一个98的数字。速率呢也调整一下，也是逐渐变快的过程。然后把显示关键帧拖回来。现在播放看一下，这样看起来呢就顺了很多，是吧？那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做的模型它没有高度可以调啊，那怎么办？其实你用什么方法都可以，不过我最常用的方法呢，就是用 Pose Mode 自带变形去调整模型的形状。那这里呢，我们也可以试一下。那先把高度的关键帧删掉，直接按住 Ctrl 加 Shift 点击一下，就能把关键帧全部删掉。那我们先把圆柱给吸掉，然后给它添加一个 Pose Mode 标签，直接 Shift 加 C 调出搜索栏，然后输入 Pose Mode， 好，就是这个，直接点击
可以看到它下面这里有很多选项，因为它不光能变化模型的形状，还能去变化 UV 啊，或者是位置之类的。不过呢，我用的最多呢就是这个点的模式。那我们把点模式勾上，就会直接跳到 Tag 的这个界面上。在这个界面上呢，我们就可以把模型调整成我们想要的形状，然后再切换到 Animate 的界面，去通过滑块控制它的变化。那我们先回到刚刚的界面，把圆柱体调成我们想要的形状。那为了更方便我们观看呢，我们把圆柱体的消失关键帧往后拖一帧，这样更方便我们观看。好，我们切换到框选，把全部点框选上，接着切换到缩放，直接把它压缩。现在还没有看到，我们再过来一帧，把它调整成和立方体差不多的大小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一些不规则的模型的话，我们就可以用笔刷工具去捏它的形状，这样呢就会更方便。那这里我先撤回一下，因为这里只是一个立方体我直接用压缩就可以了。我们调整完形状后，就可以来到 Animate 这里去给它 K 一个关键帧。那我们这里先给它 K 一个关键帧，好，直接先是0，然后掉下来之后呢，要切换的时候就变成100。那我们再来调整一下曲线，让它曲线呢是逐渐加速。好，我们把我们的显示关键帧给拖回来，我们再播放看一下，效果也是一样的，可以看到。好，那现在看起来就顺滑很多了，是吧？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添加一个旋转的动画。我们给旋转打上关键帧，第0帧是0，然后第19帧的时候，我们给到180，给上关键帧。先来播放看一下。那现在可以看到速度很平，是吧？我们直接按住 Ctrl 在中间添加一个关键帧。我希望它旋转的感觉呢，是一弹起来的时候，旋转的速度是最快的，接着在半空中呢，再有一个缓慢的旋转。所以我们可以先把中间这个关键帧往上拉一点，把第一个关键帧的手柄往回拖，把中间关键帧的手柄呢往两边拉。结尾的也是往回拖，再播放看一下。现在我感觉还是不够快，它一开始旋转的时候，我希望它跳起来的时候，旋转速度会相对的快一些。我们再调整一下曲线。好，那在我们调整的时候呢，就需要不停的去播放，感受一下它的速率，看一下调整成怎么样的才是最顺滑的。感觉它一开始旋转数值呢，可以再多一些。那我们把中间这个关键帧呢，再往上拖一丢丢。现在曲线面板我们调整这个关键帧的上下，就是去调整它的数值，这样非常的方便啊。好，那这里呢，我是选择一开始就旋转了大概147度，然后下落的时候呢，再慢慢的有一个旋转。在添加旋转之后我们的切换过程呢就会变得更加的丝滑。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给它再去添加一个什么样的动画呢？像我平时做的最多就是缩放、位移、旋转。那我们现在可以给它再去添加一个缩放的拉伸动画。
可以看到，现在缩放呢，它是沿着物体中心去做一个缩放。那我们的拉伸动画需要它是沿着物体的底部去做一个拉伸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去添加一个新的空物体，把这个空物体的轴心啊放在我们物体的底部上，然后直接扔进去，这样去给它缩放呢，就是一个拉伸的效果。好，那我先撤回一下。那有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啊，我新创建的这个空物体啊，它的数值不全都是000的话，那你做的动画的物体扔进去就会出现一个偏移的状况。我们先截图来看一下，我把这个空物体呢直接给 Y 轴打个200，然后再把打的动画组扔进去，播放看看。好，那现在就可以看到呢，它的位置就发生了一个偏移。那如果我们不想它的位置去发生偏移的话，就可以用到一个命令。我们先撤回一下，同样的选中它，然后 Shift 加 C 调出搜索框，然后输入 Set Parent， 就是设置负极的意思。点击之后，鼠标就会变成一个小手，然后我们直接选中需要的空物体，点击一下，这样呢，它的坐标就不会被改变。好，那我先撤回一下，把这个空物体呢放回到原来的位置，直接右键给它归位一下。那我们直接把这个空对象拖进去，接着呢给它缩放打上关键帧。好，来到中间的位置，先是一个拉伸，直接给 Y 轴打个1.2，哦 X 轴呢和这一轴呢也是0.8，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接着往下掉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压缩的效果，给一个反向吧，给个0.8，然后1.2。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好，现在很奇怪是吧？我们把它缩放曲线也调整一下，让它匹配回我们位置的速度。同样的，把两边关键帧手柄往回拖，然后中间这个呢往两边拉，就是把它速度啊都集中在两头。好，那我们掉下来之后啊，需要给它有一个回弹。那我们的回弹呢，就可以给到0.9，然后直接复制过来。Y 轴呢给个1.1，接着呢就可以变回1。同样的调整一下它的曲线，把这手柄往回拖，把它往下压这个关键帧的手柄呢往回拉，然后往上拉伸的这个关键帧啊手柄也是往两边拖。接下来看一下效果，现在看着就有一个软软的感觉，像一个果冻一样。那我们可以给它位置啊，也去相应的添加一点点回弹，往上拉伸的时候稍微的有一些位移，然后再回来，直接把这个关键帧按住 Ctrl 复制过来，同样的调整一下它的曲线，把速度呢都集中在接触地面的时候。我们再播放看一下效果。好，这样就可以了。